店家，能讨口牛肉填饱肚子吗？我这儿又不是饭店，牛肉没有，泡面要不要？泡面是什么东西？那就是这个。这是何等神物？无火无烟，无需熬煮，竟能奇香扑鼻，宛若肉泥。泡面而已，你大惊小怪什么？没吃过吗？难道你们剧组连个盒饭都不发？若此物能送入军中，10万匈奴围城，必不能困死我军。10万匈奴大军，你们这剧组还挺有钱啊！店家，此等鲜粮你还有多少？它叫泡面，不是鲜粮。我杂货铺每个月最多囤2箱，多了根本就卖不出去。这些泡面我全都要。你拿什么买？现金还是手机支付？大钱关银，你这人不像演的。你伤成这样还买什么泡面？先去医院治伤。来不及了，雁门关粮草已绝，今夜若不带粮回去，城中3万弟兄皆要饿死。泡面先给你2箱，等会儿给你搬。多谢掌柜，上万百姓和士兵的性命全靠你了。行了，别玩道德那一套，我先帮你处理下伤口。我还能撑。你再撑，血都流我地板上了。此乃何种毒水？这叫双氧水，专门对付你这种刀口上的烂肉。也就是遇见我，换个郎中，你这块肉早烂穿了。陆掌柜，萧寒雨欠你一命，希望你多帮我准备些泡面，解决粮草危机。我该回去了。等等，你回哪儿？你这样能走？当然是哪里来回哪里去。那是我家仓库的后门啊！你泡面的钱还没算清呢。若明日我能活着回来，必带足银两。难道我家5金杂货铺通古代了？萧将军若有不测，我顾征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拉匈奴垫背。本将军还没死呢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哭啼啼成何体统？将军，您消失了半天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您的伤要不要紧？这点小伤还死不了，准备升帐派发军粮。将军，这东西色彩如此诡异，莫非是南疆的巫蛊？收起你的刀，这是我意外得到的鲜粮，去安排士兵起锅烧水。雁门关已经被匈奴围困3月，连城里的老鼠都被将士们挖出来烤了吃了。这东西来历不明，万一是城中细作投下的毒药？闭嘴！本将已经亲自试过毒了，按我说的做。娘嘞，这东西好香啊，比过年杀猪还香100倍。有毒无争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将军，这是鲜肉吗？末将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吃饱了就把这4桶鲜面拿去后营倒入大锅中，分给重伤员和多日未进食的孩子，告诉他们粮草很快就会送到雁门关。诺，末将遵命。雁门关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雁门关的运粮通道被我们切断7天了，城里的树皮、老鼠都被他们啃得一干二净了。哼，草原上的饿狼饿上7天，连叫唤的力气都没了。守城萧寒月怕是连刀都拿不起来了吧？大王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勇士们今天就能踏平咽喉，生擒萧寒月。传本王将令，3台巨型抛石车给本王推到阵前，用石头把他们砸成肉泥。今天日落之前，本王要在雁门关的城楼上喝庆功酒。将军，匈奴3万大军压境，距离北门已不足3里。来得好快，他们是算准了我们断粮7天，准备趁我们虚弱一举破城。末将这就去组织弓弩手，跟他们拼了！慢着，匈奴的巨型抛石机射程远超我们的强弓，你现在让弟兄们探头，就是给他们的飞石当活靶子。先去看看城外匈奴的动向，再做决定。连个放哨的都没有，看来这些士兵真饿死了。传令抛石营，给本王砸！准备！200步是抛石机的最佳射程，这帮崽子真够阴的。全部抱头躲起来，谁要是敢站起来，老子先砍了他的脑袋！放！都不
哈哈哈哈！就算里面还有活人，现在也变成肉泥了。弓箭手上前压制，破城锤，给本王撞开那扇头门！抛石机停了，他们要撞门了，准备防守反击。弓箭手已经进入射程，只要我们一露头，就会被射成刺猬啊！射成刺猬也得给老子露头！后面是咱们需要守护的妻儿老小。弓弩手准备，放箭！盾牌手举盾，掩护弓箭手。不要乱，继续推，撞开城门，重重有赏。准备撞！城门后的守军，给老子死死顶住！匈奴的弓箭手压制太猛，我们的兄弟抬不起头啊！落石和滚木根本扔不下去。把滚木点燃，用火攻，准备火油罐。火油7天前就用光了。让开，都让开！你们干什么？退回内城，战场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将军，您的食物救了我们全家的命，如今我们就要用残躯帮你守城。雁门关的爷们儿用身子顶住，死也不能让这帮狗贼进来！死也不让！怎么回事？给我继续撞！匈奴狗，拿命来！一将已死，弟兄们往下扔石头，打死这帮蛮子，为百姓报仇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弓箭手，给我射死城墙那个女人！大王不好了，看着云势马上要下暴雪了。大王跑了，此时若不退兵，我们的大军会冻死在这大漠里的。区区残兵弱民，竟阻我3万7骑！鸣金，全军撤退！将军，匈奴大军被我们打退了，但弟兄们死了一半，那几千个顶门的百姓活下来的十不存一啊！老赵，你护住了雁门关的城门，我萧寒月记下，尽快带领士兵清理城门，把弟兄们和百姓的尸体收敛好。这城门裂成这样，根本修不好了。明天如果蛮狗再来，破了就去补，木头修不好就用铁。将军，您去哪儿？去求世外高年。就算是把这镇北王府搬空，我也要给这雁门关换上一扇谁也撞不开的钢铁大门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你要加紧构筑城门的防御工事，防止匈奴反扑。将军，出大事了！难道是匈奴又打回来了？城里的3口深井打上来的水全变黑了，上面还飘着散发着恶臭的血污。难道是上游的落月泉出事了？匈奴在落月泉抛了数百具病死的牲畜，暗河的水全被污染了。营里的弟兄和百姓们怎么样了？今早不知情的火头船用那水熬了粥，几十个兄弟吃完后上吐下泻，已经有2个断气了。匈奴好狠的手段，为了破关竟不惜让满城无辜百姓殉葬。我们要不杀出城去，和那帮狼心狗肺的匈奴拼了！将士们渴了3天，连刀都举不稳，现在开城门就是送死。传令下去，封死所有水井，任何人不得饮用一滴，违令者斩。将军，那水呢？弟兄们怎么办？就算求破9重天，本将也要借来神仙水，救我上万大军。陆老板，你若真能拿出救命的水，本将就是把这镇北王府的库房搬空，也定要与你做成这笔交易。奇了怪了，难不成是假的？1000块灌的？这银子与杂质粉日之分布，完全符合土法冶炼的特性，起码得在地下埋了上千年。小陆，这东西来路正吗？你要是刚从哪个坑里掏出来的，我可不敢收。我这东西可是祖传的，昨天晚上翻杂货铺顶找漏水点，从瓦棺里调出来的。
你就说值多少钱？按普通老银子的刻价，这块顶多几千块，但它如果是孤品文物，这研究价值就高了。我不让你吃亏，2万当交个朋友，你那破店的房租不是正愁着呢吗？2万就想把我打发了，真当我不懂行啊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急躁？价格好商量，3万、3万5，不能再高了。秦书这东西，全世界可能就这一块，你开2万，说明它至少值20万。我今天只是来探探底的。你这家伙真和你爷爷一样的脾性。以后我要是想出手，一定第一个找您。看来那个女将军没有骗我，她果真是古代人。红烧牛肉面库里有多少要多少，这种压缩饼干给我装50箱。店家，你这里可有仙泉？我的百姓和士兵快要渴死了。只要有钱结账，导弹我都能给你搞来。此言当真？大惊小怪，这不就是吗？这就是仙泉，连瓶子都是价值连城的琉璃宝瓶。大姐，你清醒一点，这玩意儿是不值钱的塑料瓶，卖废品1毛钱3个。尝尝现代纯净水的味道怎么样？入口甘甜，比皇帝赏赐的御酒还要好喝。陆老板，你店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仙泉？仓库里面只有200多瓶，还不够你们上万人塞牙缝的。我明天再去联系水厂，直接用槽罐车给你拉。现在先把食物拿走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500箱牛肉面，还有30箱压缩饼干。此物犹如砖石，也是鲜粮。这东西热量极高，它在胃里遇水会膨胀数倍，就是专门为战争准备的。这些东西我全都要了。另外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如今匈奴10万起击围城，死对头摄政王又断我粮草剑齿，我需要能御敌利器，只要能保护百姓，你要什么我都愿意。管制武器我可弄不到，但是对付骑兵攻城，用冷兵器防御，我倒是有办法。骑兵冲锋靠的是马腿，明天我给你搞2吨带倒刺的高强度铁丝网，再来100箱3角足马钉，只要铺在城门外，匈奴的马敢踩上去，蹄子全得废。他们不是喜欢夜袭吗？我给你弄1000把强光爆闪手电筒，我保证他们的马群当场炸营，互相赛踏。陆老板真乃仙人也，此乃我萧家传家庭之宝灵凤玉佩，能换你口中那些兵器吗？只要这玉玺是真的，别说10万匈奴，就连摄政王的骨头我都帮你打断。那就有劳陆掌柜了，我先带着仙泉回去救人。征哥，我想我娘了，我想喝老家井里的水。小六子撑住，将军去求仙泉了，他从未骗过我们。小六子，快点喝。这水好甜。活了！小六子活过来了！别叫了，立刻让所有千夫长以上的将领跑步来率帐见我。城上还有兄弟等着仙泉救命。No！ 此物名为压缩仙砖，仙泉解渴，仙砖续命。谨遵将军严令。今夜那群匈奴定会趁夜来袭，等兄弟们吃饱喝足后，本将要带你们送给匈奴一份大礼。将士们，体力都恢复了吗？是！把匈奴赶回他们老家。今夜我们不守城，我们要去城外给匈奴人铺一条黄泉路。将军，这是何物？这东西好锋利。此物名为铁网倒刺，可以阻拦匈奴的步兵推进。此乃掌心雷光，光芒之盛可致人瞬间失明。我的眼睛瞎了，这里面是封印着闪电吗？匈奴只要发动夜袭，我们就照射他们的眼睛，配合城墙上的弓箭手，将他们射成马蜂窝。将军英明，我们再也不用一到晚上提心吊胆了。此等神物我军只1000个，一定要在关键时刻使用。这是四面穿心钉，专破匈奴战马的软皮肉。匈奴以为断了我们的水源，我军便已是待宰羔羊。按照他们的习性，今夜子时必定会发动夜袭，企图用战马冲开我雁能关的城门。顾征，末将在。你带500兄弟换上黑衣，借着夜色掩护，悄悄摸出城门，在距离城门50步到100步的开阔地上给我打下木桩，将铁网倒刺成之字形交叉拉起。铁网之间，给我撒满这四面穿心钉，一颗都不要留。布置完铁网后，
留100人带着掌心雷光埋伏在城墙两侧的城墙后，一旦匈奴骑兵进入50步范围，直射他们的马眼。末将领命，若放1匹匈奴马靠近城门，末将提头来见。第一道防线，距离城门100步，打桩。撒钉，撤回城墙待命。哈哈哈哈哈！雁门关的守城大军果然渴死了，连个放哨的都没有。胡奴的勇士们，给我直接用战马的蹄子踹开那扇火门，杀进去，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是你们的。是。小子们，冲啊！前方是数不尽的财宝。将军，匈奴已经进入了那片致命的开阔地，只要再几息的时间，战马的巨大惯性就能狠狠撞上城门。掌心雷光，开！我的眼睛好痛，大晚上的怎么会有太阳？法图将军落马了！天哪，那个什么妖光！闪开！前面的马疯了，快闪开！怎么回事？前军为什么停了？大王，城墙上有3只妖眼，发出的白光极其刺眼，前面的战马受惊了，全都挤成了一团。放屁！什么妖眼？那就是用大镜子聚起来的火光而已。他们在装神弄鬼。可是兄弟们的马不敢往前冲啊，那光太邪门了，马一看见就发疯。马怕光，那就把马的眼睛给本王蒙上。此地距离城门不过50步，就这么闭着眼睛给我平推过去。传大王令，撕下一脚蒙住马眼，凭感觉往前冲，后退者死。瞎子战马，胡言说他们疯了吗？将军，他们蒙住了马眼，强行冲锋，咱们的手电筒不管用了。慌什么？你当昨夜我让你们拉起钢丝防线是摆设吗？睁着眼睛，他们或许还能看到地上的异样，及时悬崖勒马。现在蒙上了眼睛，他们就是一群自己往铡刀上撞的蠢猪。关掉手电。光没了，他们的妖法失灵了！勇士们，城门就在前方，碾碎他！停下！快停下！前面过不去！大王，有埋伏，他们拉了生铁做的网，兄弟们冲不过去，全被绞死在网上了。铁网又如何？重甲步兵上前，拿着开山大斧和铁钳，给本王强行把这几张破网剪开一个通道。顾征，把你们手里仅剩的1000支箭全部送给那些堵在通道里的匈奴。弟兄们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给老子狠狠的射！大王，再不退，勇士们就全折在这里了。这雁门关里有高人修筑啊，那上铁网和铁丝阵分明是个深不见底的无底陷阱。我们连敌人的脸都没看见，就死了1万多人了。萧寒月，你这妖女，今夜这笔血债本王记下了，来日必将你碎尸万段。领进，收兵，全军后队变前队撤退。退了，匈奴真的退了。打扫战场，救治伤员，把那些匈奴人的马匹拖进来，咱们有肉吃了。此次我们没费一兵一卒就击退了匈奴的夜袭，您背后的高人功不可没啊！咱们要不要向皇帝请种，封他为军师？陆老板对做官不感兴趣，但我们这里的东西倒是可以。你去搜罗点奇珍异宝，今天我就去会会他。陆星爷，快点还清欠下的房租，带着你的东西滚蛋！苏姐，今天才15号，距离合同到周还有10多天，你带人来我店门口堵着，不合规矩吧？规矩？老娘的话就是规矩。这铺子我已经高价卖给地产老板了，你立刻带着你这些破烂给我滚蛋！我要是不想滚呢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哥哥今天帮你搬家。敢动陆老板者死！你找个剧组的女演员在这儿给我玩角色扮演呢，想吓唬我呀？找死！
滚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女侠，这秦家手干脆利落，你这身手不去打 UFA 可惜了。此行我是来感谢陆老板的，帮我们兵不血刃打败了匈奴。咱们是公平交易。来得着急，忘记生火做饭了。你刚才帮我把那些讨债的打跑了，这恩情我得还。既然来了现代，我这做东的必须请你吃顿好的。今天带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现代美食巅峰——四川牛油麻辣火锅。无火自废，这铁匣子里莫非关着一只会吐火的火麒麟？火麒麟个鬼！都说了是电磁炉，别大惊小怪了。坐下开吃，先尝尝这个毛肚，蘸点这香油蒜泥，放心吃，没毒。好辣，但为何如此痛快？给你来个解辣神器，喝一口，我保证你爽得飞起来。大姐，你干嘛呀？这是3块钱1罐的快乐水啊，你把它当手榴弹扔了？可乐？那它为何会发出毒蛇般的嘶鸣，还会喷吐黑色的毒水？那叫碳酸气。算了，我再给你开一罐，这次你看着我喝。你看里面有个极品，穿的还是古装汉服。美女，要不要一起喝几杯呗？喝完带你去兜风。麻烦让开，别没事找事。这条街老子说了算，带你女人陪酒是给你面子。市井刁民竟敢当众耍流氓，不知死活！你敢骂我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摄政王还是匈奴单于？姑奶奶饶命！大姐，你这武侠 cosplay 也太入戏了吧？我们错了还不行吗？趁我没发火之前，有多远滚多远。陆老板，这是50两足赤金条，想让你帮忙采购些弓弩和箭矢。成交，你放心回去守城，3日后我就给你备好货。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跨界做军火商，老子要成首富了！萧将军，你在古代抗击匈奴，保家卫国，我也该去现代的商战里掀起一点风浪了，好好对付下美女房东了。哟，这不是陆老板吗？昨晚请了个疯婆子砸场子，今天跑这儿来找我求情来了。你就是那个赖着我商铺不走的钉子户，识相的今天赶紧滚，不然我让你倾家荡产去蹲大牢。我今天来这里就是打算卖个古董，买下你的铺子。就你那连8000块房租都交不起的穷酸样，还想买下市价200万的铺面？保安，快点把他赶出拍卖会！先生，请出示您的预约码或 VIP 黑卡，否则请立刻离开。我没有预约，但我手里有件东西，想请鼎氏的首席古董鉴定师唐老长长眼。如果他不见，我现在就去对面的拍卖行。小友，请等一等。唐老，您怎么亲自下来了？这小子就是个神经病，他哪有什么古董？小友，请随老朽来。比帝王绿还要纯粹，这雕工和包浆差不多2000年了。唐老别激动，小心身体。咱们谈谈这东西鼎氏能吃下吗？小友，这东西足以引起收藏界的大地贝，别说我们鼎氏，就算把它放到博物院也是镇馆之宝。只要你愿意出手，我们鼎氏有一批极其刁调且财力通天的买家。小友，开个价吧。500万，先给我300万，剩下的帮我购买大量的工业物资。我要定制5万把复合弓和5万把最高强度的工兵铲，弩箭越多越好。3天内交给我。这些东西虽然不违法，但你要这么大的量是要建私人堡垒吗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帮我摆平那间杂货铺的产权问题。那个叫王总的，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半块灵凤凤玉佩，我要看到我要的第一批物资。如果鼎氏做不到，我就去找苏富比。我相信，为了这块灵凤玉佩，他连航母都能给我买来。成交。萧寒月，灵凤玉佩的价值我变现了，接下来我帮你把匈奴打回老家。是瘟疫，匈奴在我城内投毒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城东营房有30个兄弟突然高热惊灼，浑身起黑泡。这玩意儿叫阿莫西林，专杀细菌感染。你把里面的药粉倒进这孩子的嘴里，喂点水冲下去。将军，我感觉好了很多。接下来，
将军，此次的疫情太过严重，普通的草药根本就没有办法，我们大田的将士要完了。没有办法也要给我想办法医治，哪怕掏空镇北王府的压底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在祸乱军心，本将先砍了你！将军砍了老朽吧，这病真没救了。将军，小六子不怕死，但是骨头里像有几万只虫子在咬。将军，求你给我个痛快吧！将军别碰他，只要肢体接触就会感染瘟疫呀！滚开！将军不可啊！你是万金之躯，你若染病，这5000大军就群龙无首了。我大前的将士，只能死在冲锋的路上，绝不能被这小小的瘟疫收走。小六子撑住，我带你去找无所不能的陆老板。陆老板，救命！大姐，你这又是唱哪出啊？这孩子怎么烫成这样？这皮肤上的黑泡是匈奴人投放的瘟疫，陆老板，求你救救他，需要多少钱都行。咱俩得关系，谈钱就见外了。这种小病毒我信手拈来，这玩意儿叫阿莫西林，专杀细菌感染。你把里面的药粉倒进这孩子的嘴里，喂点水冲下去。将军，我感觉好了很多。接下来解决你们全军的问题。陆老板，你这是做甚？当然是去你们那古代的破地方走一趟。我要让匈奴投放的瘟疫彻底消失。有刺客保护将军，这是什么妖物？我用我的脑袋担保，4个时辰之内必定退烧，3天之内他们身上的黑泡全都会干瘪结痂，治不好我把头砍下来给你们当球踢。真的，这一小粒仙丹能破天罚？老子再说一遍，那叫细菌，这叫消毒液，专杀空气中的病毒。顾征，带上500个兄弟，拿着消毒液跟我走。咱们拿着这东西去哪儿？去伤病房，去城里，把每一个角落都给我喷满这玩意儿。还有那些匈奴人扔进来的死尸，一具都不许留，集中堆到城外空地上，浇上火油，全部烧成灰。咽下去，这是将军求来的仙丹，咽下去就能活。老夫不信，这等不合阴阳五行之理的粉末，怎能治病？将军，小六子想喝仙泉。退烧了，真的退烧了！神迹啊！老朽有眼无珠，竟不是真仙下凡。这等仙丹非人力所能炼制，老朽彻底服了。行了，别拜我，拜科学。陆老板，大恩大德，我5000守军没齿难忘。治病救人只是第一步，匈奴人敢玩生化袭击，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工业级降维打击。将军不好了，呼延灼见城里没死绝，竟然集结了3万大军压上来了。命令弓箭手上城御敌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攻破城关。城里的箭矢在之前几天已经全部射光了，没有弓箭压制，这低矮的城墙根本挡不住骑兵的冲锋啊！没有箭，那就去买。陆老板，买多少钱的都行，我拿镇北王府的玉玺印做抵押。玉玺就不用了，上次你给的金条和玉佩足够买下半个军火库了。古代的冷兵器战争，说白了就是比谁的射程远，谁的穿透力强。上硬货。陆老板，这些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秘密武器？别瞎猜，打开看看。这是何等神兵？这玩意儿是利用物理学原理打造的弓弩，只需要极小的力气就能洞穿匈奴的铠甲。那它的威力如何？射程多远？它的初速度高达每秒120步，在200步之内，古代金刚重甲在他面前就是个笑话。我这里有1万把复合弩，10万支破甲钢剑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钢铁风暴。大前的懦夫们连一根箭都射不出来了，勇士们给我冲！第一个爬上城墙的，赏千金封万户侯。200步，将军他们冲过来了！全军听令，分成3排，透过那个带十字准警人的琉璃镜，死死锁住敌军前飞的胸口。第2排放。这不是人间的兵器，快撤！我们的皮甲根本挡不住，那剑会拐弯找人杀。
陆老板，你说的科学真好用，这下匈奴10年内再也不敢进犯雁门关了。尽快把雁门关大捷的消息顺至京城，让皇帝送些粮草填饱百姓的肚子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就凭雁门关那5000残兵败将，萧寒月竟然敢说全歼匈奴，向朕索要数万军队所需的粮草。陛下息怒，这封所谓的捷报，恰恰证明了镇北将军萧寒月的狼子野心。摄政王此言何意？那萧家世代忠良，如今北境大捷，怎么就成了图谋不轨？你给本王睁开眼睛看看清楚，这是本部安插在匈奴的内线拼死送回来的血书。萧寒月谎报捷报，骗取粮草，意图在北境自立为王。不可能吧，皇叔！萧寒月一介女流，其父兄皆战死沙场，他怎会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？这血书定是伪造的。伪造！把人带上来。此人便是从雁门关逃回来的残兵。说，你在雁门关看到了什么妖法？我回来的时候，全城发生了瘟疫，可萧将军却临阵逃跑了，导致匈奴人大举攻城。听见了吗，陛下？不放一箭而退10万大军，这世上哪有这等兵法？分明是萧寒月与外敌勾结的暗号。若是让他在北境站稳了脚跟，大钱的江山明日就要改姓萧了。反了，摄政王即刻率10万精英精锐兵发雁门关，捉拿逆贼。另外，将留在京城为质的镇北王府家妾全部打入天牢，要让天下人看看谋逆者的下场。臣等遵旨。将军，这3天的战果已经清点出来了，缴获完好的战马1万多匹，这可是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捷啊！这都要多亏了陆老板送来的武器，等朝廷的赏赐和粮饷一到，弟兄们就能过个好年了。报！将军，摄政王诬陷您通敌叛国，皇帝已经将老太君和小少爷打入天牢了。我萧家男儿祖祖辈辈战死在这顾寒之地，如今他们竟要绝我萧家满门。顾正，给本将点齐天狼旗，我要杀回京城，剁了摄政王。将军冷静啊！雁门关距离京城800里，就算是我们最快的汗血宝马，时间根本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也得去，难道让我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斩首示众吗？午门法场有5000御林军把守，咱们这点人去劫法场，那就是送死。哭什么哭？哭能把你家里人哭活起来吗？陆老板，求你救救我弟弟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求求你！立刻找8个武功最高、绝对服从命令的死士，我要去劫法场。8个人去对付5000御民军，对付冷兵器时代的废物，8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足够了。这是防弹衣和50枚催泪甲烟雾弹。53刻已到，醒醒！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什么人？拿下！快点行动，用将军给的迷魂雷。老太君、小少爷得罪了，想跑？放箭！给我无差别放箭，把他们全射死在里面！妖术！他们竟然会飞！封锁九门，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！王爷息怒，微臣已调集5万城防军进攻雁门关，挖地3尺也要将他们找出来。找不出来，你就提头来见。将军，好消息，老太君和小少爷已经被救出来了，只是摄政王率军包围了雁门关，要我们乖乖打开城门投降，否则进城之后鸡犬不留。那就让他们见识下我们天狼军的怒火，组织御敌。将军，敌军大营派出使者，说是奉摄政王之命前来宣读招降文书，让他上来。萧将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如今城关被围，粮草断绝，5日之后便是城破人亡的结局。摄政王惜才不愿斩杀一代女将，还望将军三思。回去告诉摄政王，雁门关的城墙是用我萧家和将士的鲜血枪筑而成，绝不可能向奸孽宵小敞开。敌军如果全力强攻，我们城内的守军实在撑不住啊！正面硬拼，5000老弱挡不住5万精锐1个时辰，滚木雷石火油弓箭皆已不足，传统守城之法尽数无用。我去找陆老板想想办法。现代的火器没法送过来，而且也不适合长期使用，但我们可以就地取材，利用现代化学原理制作新武器。何物？火药，1硝2黄3木炭就是炼制炸药的根本。
但在此之前，我们要把里面的杂质提取出来。3遍精炼之后，硝石才能变得纯净，这样就能做成火药。黑火药的黄金配比是无数次试验总结出的最优方案，分毫都不能差。纯硝75%，硫磺10%，柳煤炭15%。换算成我们的定量勺，15纯硝石搭配2勺纯硫磺，3勺柳煤炭，这个比例威力最强，燃速最稳，爆炸最集中。3样原料混合为何会产生爆炸？固体药粉燃烧之后会在弹指之间变成体积暴涨数10倍的高温气流。若是在开阔地带，只会剧烈燃烧；若是被装在陶罐等狭小空间里，膨胀的气流无处消泄，就会硬生生撑破容器，产生剧烈的爆炸。原来在古代不中用的东西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化学反应啊！简易火药已经制作完成，接下来就是依托雁门关地形布防，静候摄政王的5万大军前来。这次我一定要让帮大钱铲除摄政王这个毒瘤。全军听令，左路15000步军走主干道正面冲锋强攻城门，右路2万骑兵从两侧山坡迂回登上城墙。今日日落前踏平雁门关，生擒萧寒月。放！开城门，全军冲杀！你构陷忠良，残害边关将士，使万千军民性命如草芥，这样的王朝不配我们继续卖命。这天下我要了，你来做我的摄政王。